我们在一起4年了，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比我大一点，会比较照顾人。当时第一眼看到他就挺喜欢他的，后来就彼此联系，慢慢的走在了一起。在一起之后，他就想要自己创业，我挺支持的。刚开始的时候创业蛮困难的，但是他一直都陪着我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就是慢慢的发现，他不能在工作上给我帮助，反而总是在事业上给我搞破坏。创业了好几年了，每次都不成功。但年纪大了，我家一直催我们回去结婚，说要给我们安排稳定的工作了，但是他一直都不跟我回去，现在还闹着跟我分手。我觉得如果再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我这一辈子就完了，所以我要和她分手。我每次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，我都特感慨说，你的爱使我失败，或者你的爱成为我的阻碍。那我在想，那还是爱吗？那到底是种借口，还是其他的什么背景呢？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阿生31岁，来自河南，学历大专，现在待业；女主人公小燕26岁，来自湖南，学历高中，现在是一名采购员。有请两位来。准备分手是吧？是。谈了几年恋爱了？谈了4年了。一个河南，一个湖南，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因为都是在厦门工作嘛，有一次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。当时的话，第一眼看到他就挺喜欢他的嘛，然后后来的话我就追他。那时的他很纯真，但是现在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。哪有？我几次事业都是被你破坏掉的，我现在没办法忍受了，我要和他分手。你创业我是怎么支持你的？家里开销房租都是我的工资在付，为了节约钱，每个月我们都住那种1楼的平房，那么潮湿，我都得风湿了，晚上躺床上动都动不了。那夏天捂的身上都是痱子，都不敢去看医生。现在万一生病，你说我不支持你吗？你以前是挺好的，但是后来我开始创业以后呢，你又是怎么支持的呢？你觉得你现在创业没创成，是因为他影响的是吧？没错，一点都没错。你创过几回业啊？2次。第一次的话，我和朋友嘛，因为的话觉得厦门这块培训市场挺好的，很多家长都愿意给孩子培训嘛。我们当时就开了一个教育咨询公司。当时我们做这块刚开始的时候挺困难的，我每天在外面跑，但是他呢就整天开始怀疑我。为什么怀疑你？你那时候以前你公司里面全部是男孩子男同事，后面你请那个什么女老师，你没跟我讲，他一来你们就把他当神一样供着去吃饭又唱歌，你又没跟我讲，我在等你吃饭，等到晚上12点你还没回来，电话又不通，短信不回，我电话没电了，我当时喝醉了嘛。我等你等到急死了，怕你出什么事，后面好不容易打了一个朋友那边，说你们又吃完饭然后又去唱歌，你还高兴的喝醉了，旁边女的声在说就别吵了，你睡着了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我等你等到那么晚。我后来完全都有给他解释过了，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没什么资源嘛，生意的话就说也很是不好。后来的话，我们行业内有一个女老师，她是名校的嘛，我们当时很想把她争取过来兼职，开始她不愿意嘛，我们公司也没什么名气。后来我们争取了很久，她终于过来了。当时我们就很高兴嘛，和几个朋友就一起吃饭，然后喝酒，然后去 K 歌。我当时就高兴，就喝多了嘛，然后电话也没电，当时就没跟她说这个事情。他后来完全都给你解释过了呀，你根本没必要抓住这件事。这个怎么会影响你的公司呢和创业呢？他后来变本加厉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的话，他自己骗我，他说他们要加班10点多，然后我说那好，你加班我就做好夜宵饭菜给他们送过去嘛。然后结果到那边就是他跟那个女老师。你是去送饭去了吗？对，就你们2个挨着坐着，那边有说有笑的，那是加班吗？我当时我正在公司确实在加班，其他同事有的加班工作做完了他就走了。只有我们2个在那边。你们俩加什么班啊？我们制定我们的工作计划、推广计划，比如以后的课程怎么安排。然后他就冲进来了，你说他是去送饭的吗？进去二话不说，也不问我青红皂白，就把那饭啊、菜啊、汤啊往我身上一倒，别让我看到这场面呢。我当时工作还要不要做？我干打的不行，我还得跑出去追你，还得哄你，这没有影响我工作吗？你答应我说把那老师辞退，你又没给我辞退。我当时不答应你行吗？你回家就砸东西，一直在闹。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？哄我开心你就骗我，后面不是也不是你洗澡，我看到你的短信，人家发过来给你道晚安，然后你每天跟问人家嗓子疼要吃什么，然后每天嘘寒问暖的。同事互相关心，这根本没有任何不恰当之处。你到现在都没这样关心过我，每天跟人家道晚安，你晚安都没跟我讲。我们每天在一起还用道晚安吗？还用这么陌生吗？那你们每天上班不也在一块吗？是我们上班是在一块，如果不在一块，有的也是谈工作。行，听不下去了。这怎么影响您创业了呢？我们那个老师正在上课，那么多的学生、家长、同事，他就直接冲上讲台上，拿起板擦就往人家头上砸，然后指着人家骂狐狸精，干嘛勾引我男朋友？姑娘是你做的吗？
他不是之前答应我说辞退了嘛哈，然后那就挺好的，又好了一阵。后面有一次他晚上他去洗澡，手机那桌上有短信，我就看了，然后我就看他们聊天记录，就老是想问他说，哎，喉咙痛或者怎么样吃什么，然后就是天冷多穿点衣服，然后就一直都瞒着我，不知道他们骗了我多久。我一看短信受不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去他们那边。我当时只是为了哄你，就是那么一说，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我说走就让人家走呀。你可以跟他这么说呀。这个跟他沟通不明白的。好好好。你沟通不明白你就骗我，拿我那天去干。反正你当时那么做就是错的。那么大庭广众之下你那么做，你觉得对吗？我过去拦你，连我身上都抓了几刀切刀子。那我不是气头上吗？我一看你们骗我，不知道骗我多久了。这样子做，人家那老师还待得下去吗？然后老师后来不得就离开了吗？那我就让他走啊。你让他走了，对我们公司有造成什么影响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影响啊？培训这块本来竞争就很激烈，如果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说著名的一个老师，我们就可以打说，哎，金牌名师，很多家长也相信，更愿意把学生送到我们这边来。他走了，我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。你开公司就是为了那个女的，是不是？她一走，你们公司就开不下去了。啊，她在你们公司生意就好好好的。老师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工作的事跟他就说不清楚，这个就垮了。再说说吧，还阻碍了你什么事业了？后来吧，我有同学在南京嘛，他就是销售把我们老家的一些土特产，他销的挺好的。后来他给我建议说，也可以在厦门试一下，我就跟他商量。当时呢，他也同意，我就开始着手做这块嘛，开始做的挺好的。我也整天在外面忙应酬，想办法去开拓新客户，维护客户关系。对啊，你有客户你就不管我了嘛。我没空陪他，那个疑心病就又发作了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他打印我的那个通话记录，挨个打过去，男的画个圈圈放一边，女的打过去特别严肃的跟人家讲，哎，我是谁谁的女朋友，你不要介入，不要破我们的感情。你以前每天晚上下班回来会给我煮饭吃，陪我吃饭，陪我去散步，周末也会有空带我出去玩。你现在多久没带我去玩了？每天晚上我做好饭等你回来，你都不吃。外面你应酬你也不给我讲一声，每天在外面你干啥我都不知道。我是在外面工作，你以为外面吃饭就很轻松吗？你白低三下四的陪客户喝酒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应酬，你又不让我陪你去，把我一个人落家里面都不管我也不理我，那我怎么知道你每天在干嘛？你是不是去跟别的女人约会还是干嘛？我哪里去知道？他那通话记录你怎么会有啊？他以前的什么手机的密码，然后 QQ 密码、微博都会给我嘛，我就看得到。后面他都不让我查，他就把密码给改了。那我就说你不让我查，我就拿我身份证给他办张卡，然后我就能打到那个通话记录嘛。那我不知道他的行踪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也不回来陪我，我只能这样子啊。这些我都忍了，那你为什么随便删我客户好友呢？我那天的话是找一个朋友求他办点事情，打他电话没打通，我就想客户上给他发过去，结果一找不到了，然后他说他给我删了。对啊，我就你凭什么删我朋友呢？我就把那女的给删了，老是找你吃饭，找你那会儿这玩那玩，你都没带我去，你干嘛老抽空陪他？根本没有经常陪他出去玩，经常出去都是应酬，而且是不同的客户。陪过吗？陪过。为什么呀？你看，所以我就把他删了，我就不让他再找你。他刚跟你好的时候不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那时候刚好的时候，他每天回来会煮饭给我吃嘛，然后早上我们会一起去海边散散步，然后就周末也会带我去哪里玩。这段美好的时光维持了多久啊？差不多1年吧。对，那时候我们都挺好的。他在创业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做 IT 的。创业是你们俩商量的结果，还是他要商量？他说想创业，他说因为2个人在一块我们感情挺好嘛，就说创业以后赚钱多。我创业就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嘛。对呀，我一开始我很支持你嘛，我本来在家里娇生惯养的，我父母一直让我回家给我安排好的工作，我都没去，为了陪你创业那么辛苦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我都为了支持你是吧？结果一创业开始你又不理我，每天说是说忙，然后整天也不着家，晚上回来倒床上就睡，我晚上浑身疼的睡都翻不了，你就呼呼大睡，我叫你了对不起。阿生，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，创业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更好的生活吧。那你觉得他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更好的？他在乎的是你的钞票呢，还是在乎你在他身边的陪伴？他在乎的应该是我吧，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肯定要为我们以后的家承担责任嘛。但是责任没承担起来，把这个搅黄了，好吗？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。都是他的问题。他以前根本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你今天来就是一定要跟他分手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上次创业不是刚失败吗？现在还没有工作。那你靠什么生活呢？家里开支都是我上班，然后家里房租啊、生活用都是我。因为说白了就是你养着他呗。
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叫他跟我回家，我爸说给我们安排好工作稳定一点的，朝九晚五上班，然后他就多点时间陪我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以前那么好了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这什么都让你爸安排，我以后一辈子在你家人面前抬得起头吗？那就不是只是给你安排个工作，起点高一点，比他高一点，你自己努力一点，以后不也是可以赚多一点的钱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要你买房买车，又不要过那么多生活，我只要你陪我，你要挣那么多钱干嘛嘛？我没想赚那么多钱，对啊，但是总要有个基本的保障吧。可以啊，我爸给你安排工作不也是有基本的保障吗？我不想要你再创业了嘛，外面那么苦，我身体现在又不好。我就不创业，我就正常上班，我身边没有女同事吗？你如果还是整天这样子，我怎么受得了？不是说你同事不能交往，你要多点时间陪我，不要光陪别人了。我有空的时候都会陪你啊。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这个看情况了。陪完女同事以后才有空吧？我也真的不想问了，再问这也气炸了。你们来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大双实际也有一个创业的过程，真像他说的那样吗？就天天就得应酬？不是这样的，创业是第一是要有基础，第二要有时间和安排啊。当然了，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突发的事情，比如说晚上约好了要陪女朋友吃饭的，结果来了一个客户，这样事情都会发生。但实际上呢，我认为你还是没有坦然的去面对它。你一般会怎么做？我一般会告诉你，您对不起，今天晚上我有客户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不能陪你吃饭了。李林就不介意了，对不对？他也很开心的事情，好，下次再说。其实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他们两个的这个矛盾其实是积累而来的。更多的原因，我觉得还在于男方创业。我觉得是肯定是要接触很多人，然后会有很多时间，耗在你的这个客户身上。但是其实你对对方的关心，他是能感受得到的。即使你没有时间陪他，你哪怕中间你发个短信，你说亲爱的，你忙什么呢？我这边很忙。那对方会知道感受到你的爱还在。但是我觉得你恐怕这方面做的是不够，你把这些时间都给了你的重要的客户或者是女性的朋友，所以呢让他会觉得他有危机感，他觉得不安全，那他就会非常提防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就觉得你还不是很能够懂得爱的，然后你也不能够很好的调配这两者的关系。一个成功的男人既要安排好自己的老婆，也要安排好自己的女客户。在这个层面，你给大双打多少分？我觉得他这方面没有问题，满分啊。这件事情责任双方都会有。女方是爱的方式的问题，男方是爱和事业之间失衡了。先说女方吧，蚊子讨厌吧，嗡嗡嗡嗡嗡嗡，然后叮你。讨厌。对，你现在对待男朋友的方式就是一个字儿叮，像对待宠物一样，给他脖子上拴了绳子，到哪儿你都得跟着，稍不如意你就勒紧他，做很多过分的事情。有这么一句话，失败的女人是盯男人，成功的女人是被男人盯。想想怎么去做成功的女人。成功的女人至少做2点：第一，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事儿，别所有的目标都盯在她身上，无视这样还会生事儿。我就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我就等着他咯。你自己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做采购。啊，你有什么朋友？我就跟他认识，我就没什么朋友了，我基本上就跟他。这就是问题。你要有自己固有的朋友圈，别所有的事儿全在他身上。爱情虽然是1对1的，但是他绝不是你的唯一。第二，让自己变得漂亮一些，有魅力一些，比如说善解人意。那我们 team 全都是女的，那要我老婆给我送饭，那岂不是我每天都得被浇得洛杉矶啊？我甚至还送过女同事回家呢。如果你已经先入为主了，你觉得她就是有问题的话，那岂不这件事儿就是事儿了吗？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啊。所以要注意爱的方式。做一个成功的有魅力的女人，自然让她来盯着你，多好啊！男士，你的问题也有。虽然我送女同事回家，但是晚上我从来没有接到女同事晚安的这短信。有时候也就随便问候一下，没有其他意思。随便问候，这可不是随便。我女同事多，每天我都要给他们晚上问晚安，早上要早安吗？我觉得你要跟他分手，你其实最大的初衷是你在泄愤，你在把你创业的不成功全部归责于他的身上。其实你在事业上肯定是有你的问题的，比如说，如果一个公司都没有核心竞争力，仅仅是一个女教师的话，你这公司存在的价值有吗？它不倒闭，那就见了怪了。
所以说你在事业上一定是有短板的，但你却把你的创业失败归咎于他身上，你不负责任。如果你不认识到自己这一点，你甭管是跟他分手，还是再继续跟别的人好的话，同样的会失败。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正视事业和爱情的平衡，就这样。有新女朋友了吧？没有，有目标了吧？没有，希望没有啊。姑娘没做错什么事儿，哪有人深更半夜就跟兼职的女教师在一个办公室里面，还是2个人比肩而坐，还每天发晚安，没问题吗？他说的什么都是夸张之后处理过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。这傻姑娘一直没听明白，你不要去跟她辩这些东西，她就找借口跟你分手嘛。什么你影响创业啊，什么你变了，都假的。说白了，她就想跟你分手。我不想跟他分手。我知道你不想跟他分手，但我先要点醒你，你不要觉得哦这件事情我可以改，那件事情我可以改，错了。你改什么都没用，他就是想跟你分手。什么创业一定要应酬，我自己也开公司，我从来不跟人应酬，从来不跟女客户应酬。我跟我手下那些姑娘说，如果这个单子需要你去跟人喝酒拿回来，不要做，我们不赚这个钱。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要拿创业为借口去跟姑娘分手，想分手就大大方方跟人家说，是男人嘛，怕什么呀？我觉得姑娘你啊，确实有一些问题，你要搞清楚爱情跟控制欲之间的区别。爱情是希望一个人可以变得更好，控制欲是说宁可你差一点，但是我要你留在我的身边。我觉得你控制欲多过于爱情，这在于你以后找男朋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切切的小心。有一种女人，在生活贫苦的时候，望夫成龙，但是当丈夫真的成了那条龙，自己又觉得自己不是那只凤，所以就恨不得自己丈夫还变回当初那条虫。有一种男人，在没有发达之前，希望找到老婆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；在发达之后，希望老婆定在厨房，别上厅堂。这种女人和这种男人结合在一起，日子是不应该过好，因为日子一旦过好了，妻子的猜疑就来了，丈夫的得意忘形也就出现了。我问女方一个问题，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生活还是像当初那么一贫如洗，丈夫还是当初的那条虫，但这条虫可以陪你看月亮，可以在家陪你唠嗑可以跟你一起做饭，跟你一起遛弯。另外一种就是现在这种生活，它成了一条龙，但它这条龙呢，天天以工作为名不陪你，你还选择哪一种生活？我要选择第一种。好，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也比较优越。男生也给你一个选择，如果你的妻子还像当初一样温婉可人，温柔而善解人意，但是日子没有那么好，每天平平淡淡的生活。还有一种就是你在外面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，但是你却常年的不归家，他终日抱怨，打电话给你，你愿意选哪一种生活？你看他就要想，他连想都不想。我不用想，我选第一种。但是说每个男人都应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，这没有错。你还是想了一会儿，你完全没有女孩子那么坚决。为什么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你跟他的家境不一样，你的家境贫苦，他的家境是比较优越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之所以会想那么一会儿，是因为此时此刻你还没变成龙，你还在过着虫的生活。一个有自己贤惠可人的妻子在家里候着你的人，知道每天有一盏灯，有一扇门在等着你的男人，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懂得避嫌。这个老婆眼睛在身边盯着你，和心里有老婆的眼睛在监督你是一回事。我不说陆琪老师猜测的那样，你在外面一定有人了，但是现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，在与客户的交流当中，你肯定得到了无比的快乐，肯定跟自己的妻子相处起来那要有意思的多。但是当你真正有哪天生意落败的时候，你依然是一贫如洗的时候，没有哪个客户会搭理。
只有那个傻女人还会开着灯默默的等你回来。所以说这两种生活完完全全可以交错而行，就一句话，无论生活如何改变，只要爱你的心始终如一，就一定能够龙凤呈祥。就这样。听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回头来检索一下，跟女老师处的是不是稍微过了一些？可能我一些方式方面有点不妥吧，但是我除了她之外，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女人，绝不是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，他猜测有人了。我觉得主要是他错，我没什么错。每个男人都会去做自己的事业，包括您不也是吗？照常理想，确实这姑娘做的比较过分。但是如果你反推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表现，你可能会有另外的答案。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在泄愤，他觉得那些事业上失败都是因为老婆或者说这个女朋友的问题。这不是泄愤，这是找借口嘛。无论泄愤还是找借口，有一点大概是注定的，就是自私。你有人了吗？自私是这一切的基础。小伙子，你有人了吗？这个真没有。你有外心了吗？没有。有，你内心是事业啊，那是外心嘛。我特想问问你哈，4年跟他在一起吃了不少苦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就是特别明确的，他会跟你说我不爱你，我就要分手，分吗？不分。为什么？从他跟他认识那一块起，我们因为有点像一见钟情嘛哈，然后我觉得都一下子找到了对的人，我就想跟他共度一生，然后所以他创业那么辛苦，我自己弄得身体不好，我都扛下来都觉得值，我觉得以后我们肯定能过好，我都相信他。他以前对我很好，我晚上只要说我肚子饿，很多晚他就爬起来给我煮面条吃。别回忆以前了，看现在吧。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时间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一直爱你都没有变。我还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发高烧，你给我煮姜汤喝，我整晚不睡觉，拿那个毛巾湿了水给我敷额头，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妈都没有给我做到这样子的。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改，我创业全都是为了你。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，现在确实生活压力也挺大的。我可以。希望你以后不要折腾。我没有折腾，你如果改了，我也会改呀。你不要老是晚上陪别人，然后你不要 QQ 上、短信别那么多女的，行不行？我可以尽量抽时间陪你的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能别创业了，你跟我回家行吗？我怕你创业，等下又没空陪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下次创业你就陪我一起吧。你要记得你说的话。我特别认真听你在表白里面有一句话，我的创业都是为了你，说明你爱他，对吗？是。好，你最爱的女人跟你说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不要这样的日子，我就让你做个普通的男人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得了，那就别进门了吧。还进去吗？不用进了吧？不进了。来，往前走，先抱抱，先安慰安慰。真的不创业了，就跟他回老家了？男人的面子不要了？我们以后不折腾了，好好过。好。其实有的时候做虫也挺好。这里面真的有一个圈套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在姑娘的心里，不是要做大事业就是大男子汉。再说了，跟他在一起平稳的生活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非要折腾点事儿呢？最后就是鸡飞蛋打，事儿也没折腾成，心爱的人还跑了。稳定的生活不丢人，小伙子。刚才你抱着他突然之间失声痛哭的时候，你在感慨什么？我在感慨，其实我就想着我其实一直是喜欢他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想说，如果说几位老师都以为说我在外面有人了，我想我没有以为你在外面有人啊，只有他一个，我跟你说会提起啊，我是最后起作用那个人。不是，我是想说几位老师都以为外人有人了，那他可能就是说怀疑我，这是我现在都可以理解了，因为我以前来之前我经常看涂磊老师的节目，涂磊老师我觉得他
就是很有才干，啊很有才，说话都很有才的，包括分析也都很客观。啊，涂磊老师也说是我错了，我想不是你，关键你没学到点儿上。涂磊老师对他老婆好啊，不是，可不是像你这样啊。那曲总算说了一句人话啊，你这太不对了，俩人拍你马屁，你还骂一个，你说？别的别学，别的一个男人呢，事业再成功啊，对自己的枕边人不忠诚啊，这个男人算不上男人。听明白了啊？确实跟他回去了啊，安稳稳过日子，对，好好爱他，对，以后真的啊，别对男人那样，要给空间，要给空间。好，啊，都改改吧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很像我是吧？把这个戒指给叔叔。我跟你说，他是这些花童里面最明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火了，走吧。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。还是那句话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浪漫的时刻，来，请见证。我希望我能陪你一辈子，一直到天荒地老，永远不变。亲个呗。谢谢老师。回吧，祝幸。那